你是否曾经发现，当你情绪失控时，连最简单的决策都变得异常困难？是否有那么一刻，你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漏洞正在一步步侵蚀你的事业、人际和健康？今天，我们三博士高维研究所将告诉你，停止被情绪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从掌握情绪开始。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博士高维研究所。我们由3位博士组成，致力于将量子科学、心理学和灵性智慧相融合，帮助每个人发掘内在力量，实现真正的个人成长。今天，我们将聚焦一个非常关键的话题：情绪漏洞。心理学研究显示，90%的人都被自己的情绪牵制，导致决策失误、人际摩擦和健康问题。而那些真正强大的人，却能始终保持情绪冷静，用内在力量引导他们走向成功。接下来，我将为你详细解析为什么情绪如此重要，以及如何通过3个核心技巧，让你摆脱情绪漏洞，成为真正的高维强者。情绪漏洞的根源解析。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情绪化？其实，当我们面临不确定性和压力时，大脑中负责恐惧和压力的杏仁核会被激活，制造出种种负面情绪。与此同时，我们的前额叶皮层理性思考的中心却被压制，导致我们很难保持冷静。举个例子，有一位朋友曾告诉我，每次收到迟迟未回的消息，他的心就会像打鼓一样狂跳，整个人陷入紧张和自责中。这样的情绪反应不仅让他错失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还让他在面对其他挑战时信心大打折扣。正是这种情绪漏洞，在不知不觉中毁掉了许多人的人生。方法1：区分可控与不可控，精准管理情绪。第一个技巧是学会区分哪些是你能掌控的，哪些是你无法改变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源于对不可控因素的过度关注。例如，当你等待某个结果时，你可能会不停地揣测各种负面可能，导致情绪失控。想象你正在参加一场盛大的蛋糕派对，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蛋糕，但你知道，有些蛋糕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并分到手的，比如你自己点的定制蛋糕，而有些蛋糕则是别人早已安排好的，无论你怎么争辩，也无法改变分配。这就像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事情是你可以主动改变和掌控的，而有些根本超出你的控制范围。在这里，我建议你在心中默问自己，这件事情中哪些是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变的？不要用纸记录，只在脑海中迅速分辨。比如，当你因项目延期而焦虑时，你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我能改善的是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计划安排，而项目延期本身却不在我的直接掌控之内。例如，我曾遇到一位朋友老陈，他每次在工作上总是烦恼公司迟迟不公布晋升结果，他焦虑的每天都查邮件，仿佛那邮件里装满了秘密。后来，他开始在内心中给自己划分可控和不可控的界限。他意识到自己的准备工作、表达能力是可以提升的，而公司的决策却并不在他掌握之中。从那以后，他将精力集中在自己能做的事上，结果不仅工作表现更出色，心态也变得平和起来。只要你在脑海中迅速区分哪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哪些是需要接受的，就能像聪明的分蛋糕一样，轻松掌握局面。方法2：延迟确定性，给自己缓冲时间。第2个技巧是延迟确定性。试想你正在烹饪一道美味佳肴，真正美味的食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慢火细煮，等待每种香料的精华融入其中。很多时候，我们急于求成，想要立刻知道结果，就像把生食直接端上桌，结果不仅难吃，还可能让你心生焦虑。
曾有一位叫小李的朋友，他总是焦急地等待工作反馈，像每分钟都在翻看手机，结果不仅效率低下，还常常因过度焦虑而出错。后来他尝试延迟确定性，给自己设定一个等待时段，比如每天固定在下午时段检查邮件，不再不停刷新。慢慢的，他发现自己不仅焦虑减少了，反而能更从容地做出决策，就像经过慢火煮出的美味佳肴，味道更加浓郁，回味无穷。我们常常因为急于求成而焦虑，当结果没有立刻出现时，我们的内心便充满不安。心理学家指出，焦虑往往来自于我们对及时反馈的过度依赖，而实际上大脑需要时间来沉淀和做出更好的判断。想象一下，有位朋友小李，总是在等待重要会议的反馈，焦虑的每分钟都要检查邮箱。后来他开始尝试给自己设定延迟反馈的时间，比如每天只在固定的时间查看消息，这样他发现自己的焦虑大大减少，思维也变得更加冷静。在实际操作中，当你遇到不确定性时，试着在心中告诉自己，我现在只专注于眼前的任务，答案会在合适的时候出现。这种延迟反馈的心态，就像给自己预留一个缓冲区，让大脑有足够的时间沉淀，最终带来更清晰、更准确的判断。方法3，用行动替代解释，像用作品说话，让成果成为最有力的证明。第3个技巧是用实际行动来替代无休止的解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一旦开始行动，根本不需要向别人解释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们用实际成果让所有质疑烟消云散。记得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位艺术家在早期总觉得自己需要不断解释为什么要追求自己的创作风格，结果他不仅累得精疲力竭，反而让别人觉得他的选择充满了不确定性。后来他决定不再花时间解释，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随着一幅幅作品陆续问世，他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广泛认可，而那些曾经质疑的人也只能默然点头。当你不断试图向别人证明自己的选择时，其实是在强化自己的不安全感。真正的高维强者从不需要辩解，而是用坚定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策。同样，在生活中，当你总是不断辩解时，实际上是在无意中暴露你对自己选择的不够自信。真正的强者从不费口舌解释，而是让行动说话。当你在面对质疑时，问问自己，如果我不去解释，而是直接采取行动，会怎样？把焦虑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例如立即开始一个新的项目或计划，你就能用实际成果证明自己的价值，让外界看到你真正的实力。行动会逐渐取代空洞的解释，就像一部精彩的电影，情节的发展让观众无需旁白也能明白主角的决心和魅力。在实践中，当你发现自己开始为每个决定过度解释时，问问自己，如果我直接采取行动，会有什么不同？然后马上切换到行动模式，设定一个具体的小目标，比如立即完成一项任务或开始一个新的项目。当你用行动不断积累正面成果时，你的内在信心会迅速增强，外界的质疑也会逐渐变得微不足道。这种方法要求你不再将精力浪费在解释上，而是把它投入到实践中，用实际成果证明你自己的选择。这样，你就能逐步摆脱对外界认可的依赖，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高维情绪模式。心理松绑练习，从结果焦虑到当下觉醒。现在，我邀请你进行一个简单的心理松绑练习，帮助你放下对未来结果的执着。闭上眼睛，深呼吸3次，让所有焦虑随呼气散去。想象一座巨大的时钟缓缓走动，但你不再盯着钟摆的每一次摆动，
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宁静与美好中，内心默念：我接受未来的不确定，我专注于此刻的行动。感受这种放松与释然，就像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当你完成这段练习后，轻轻睁开眼睛。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从中感受到一种平静，请在评论区留言：我已进入高维情绪模式。这样，你就向宇宙和我们传递出一个强烈的正向信号，让你的潜意识慢慢接纳不确定性。好了，今天我们分享了3个方法，区分可控与不可控，延迟确定性，以及用行动替代解释，帮助你摆脱结果焦虑，真正活在当下。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在练习中的感受，并写下你的内心声明：我已进入高维情绪模式。同时，请订阅3博士高维研究所，开启小铃铛，我们将持续带来更多关于专注力提升、心理韧性和个人成长的深度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愿你每天都能从容面对未来，活出真正自由和掌控的人生。我们下次见。